克服因健康原因无法进入加拿大的问题。每个加拿大移民签证的申请人以及一些加拿大临时身份的申请人都需要接受体检。虽然体检通常仅限于标准体检，包括验血、尿检和 X 光检查，但也会检查之前的医疗记录和申请人的精神状态。如果您因健康原因被拒绝进入加拿大，或者担心您会被视为因健康原因而无法入境，您仍然有选择因医疗原因不允许入境的条件。如果出现以下情况，加拿大移民及永久居留签证的申请人可能因健康原因而被认定不可接受，他们的健康状况可能会危及整个加拿大民众的健康或安全，或者合理预期他们的加入可能会导致对加拿大公共资助的医疗和社会服务的过度需求。在确定任何人是否因健康原因不允许进入加拿大时，医疗官员有义务考虑该人所遭受的任何健康损害的性质、严重程度和可能持续时间以及其他因素，例如传染的危险、可能对公共健康和公共安全造成危险的不可预测或异常行为，和如果该人在加拿大可能需要的社会或健康服务的供应会对健康服务产生过度需求，从而剥夺加拿大国民的健康或社会服务。当涉及永久居留权和基于医疗原因拒绝入境时，可以考虑寻求法律补救措施，证明申请人实际上不会超过加拿大人估计的平均医疗费用，或者存在重要的人道主义和富有同情心的考虑应该值得例外。这可以通过在拒绝之前对政府发出的程序公平信函做出详细答复来实现，或者如果决定看起来不合理，则可以向加拿大联邦法院寻求司法审查。克服因医疗原因不允许入境的问题，根据个人的健康状况，可以克服医疗不予入境的决定。此类健康状况的事例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医疗状况：慢性肾病、心脏病、克罗恩病、糖尿病、癌症、自身免疫性疾病，如艾滋病、狼疮，与普遍性发展障碍相关的学习障碍需要特殊教育，自闭症、脑瘫、唐氏综合症、精神疾病、血液疾病、乙型和丙型肝炎、肝病、结核、脑部疾病、罕见疾病和病症、全膝关节置换术。在某些情况下，对于在加拿大临时居留、不符合加拿大医疗入境要求的个人，可能会获得临时居民许可证 TRP 以进入加拿大，并克服因医疗原因而无法入境的情况。申请临时居留许可以克服因健康原因而无法入境的问题。在您或您的移民律师准备好完成 TRP 申请所需的所有加拿大移民文件后，您必须将其提交给加拿大移民当局进行考虑。如果您是美国公民或在美国拥有永久居民身份，您可以在任何加拿大领事馆或入境口岸、陆地、海上或空中提交临时居民许可证申请，以克服因健康原因而无法入境的情况。加拿大领事馆申请，尽管通过加拿大领事馆申请加拿大 TRP 需要大量的处理时间，3到6个月，但这被认为是向加拿大移民当局提交临时居民许可证申请的最佳方法。这是因为决定将由经验丰富的移民官员做出，他了解您入境合理的各种原因。要申请 TRP， 您需要提交一份申请，并附上证明文件，解释您因健康原因而不能入境的原因以及您进入加拿大的理由。入境口岸申请，在最后一刻制定旅行计划的外国人可以在入境口岸申请临时居留许可。机场、陆路口岸或海上入境点以及任何需要护照进入该国的地方都会立即处理入境口岸申请。加拿大移民官员将权衡被拒绝入境者进入加拿大的必要性与对加拿大民众的公共健康和安全的威胁。申请人必须能够证明他们出于健康原因进入加拿大是合理的。入境口岸申请的优点和缺点。以这种方式申请的主要优点是获得 TRP 的速度很快，只需几分钟即可获得 TRP。入境口岸申请的主要缺点是不确定性，您不知道处理您案件的移民官员是否会批准或拒绝您的申请。如果被拒绝，在获得加拿大领事馆的批准之前，您将不被允许进入加拿大。如果您是免签证国家的公民，则需要根据您所在国家、地区规定的指南申请临时居留许可，因为每个国家、地区的申请表可能有所不同。政府申请费，每提交一份临时居民许可证申请需缴纳229.77加元的费用。您收到程序公平信了吗？如果您收到了程序公平信函，您可能只有很短的时间来提交回复。在大多数情况下，您的回复时间可能为7至30天。作为回应，建议提供一份引用任何相关法律、判例和确凿证据的法律意见书。
以增加获得医疗可接受状态的可能性。如果您收到加拿大公民部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发出的关于可能因医疗原因不允许入境的程序公平信函，我们建议您免费咨询我们的一位禁止入境专家。注意，在加拿大移民的家庭担保类别下，担保人的受抚养家庭成员、配偶、同居伴侣、事实婚姻伴侣和受抚养子女可以免除过渡需求部分。然而，如果被担保人的健康状况预计会对加拿大公共健康或安全造成过度风险，则其仍可能被拒绝。